在粉丝与网友口中，笨拙浪漫这个词几乎已经成了王一博的代名词。不同于荧幕上冷酷、干练，甚至带点高冷的形象，现实中的他却常常因为拘谨、不善言辞，或者不经意的小动作，让人感到一种笨拙又真诚的可爱感。而一旦这种笨拙与肖战联系在一起，就立刻被赋予了无数浪漫的想象。究竟这是一种无心的流露，还是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？很多粉丝回看过往的同框镜头时，总会发现一个细节，王一博似乎总是会下意识寻找肖战的身影。那种眼神并不是随意一扫，而是带着某种专注与期待。他不常主动表达情绪，但眼神却会出卖心意。对于观众而言，这就是最打动人心的笨拙浪漫，不会用华丽的语言，却用最真挚的方式传递。王一博在公众场合往往显得木讷，但与肖战同台时，他会出现一些看似不合时宜的动作，递水时手只轻轻触碰，走路时无意识地保持同步，甚至是表演时不经意的呼应。这些细节虽然微小，却足以成为粉丝的糖分炸弹。有人说这是他无意识的保护欲，也有人说这是他笨拙却真切的浪漫表达。在娱乐圈中，许多明星会习惯性地用语言调侃或开玩笑来制造氛围。但王一博不同，他寡言少语，尤其在涉及肖战时，话更少。但正是这种不多说，让人觉得每一句都带着重量。他不会用言辞铺陈浪漫，却会在寥寥数语中留下无限想象空间，这就是笨拙浪漫的另一层魅力。两人在舞台上的合作总是被粉丝反复分析。比如在一次表演中，音乐的节奏稍有变化，但他们却依旧保持完美同步。这种无需言语的默契被称为超越表演的心灵契合。有人说这是长期磨合的结果，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心照不宣的特殊连接。无论如何，王一博的笨拙浪漫让这些瞬间显得格外真实动人。在私下被曝光的互动片段中，王一博的笨拙更是明显。他可能不懂如何刻意制造浪漫，却会在小细节上展现体贴，比如为肖战挡人群，替他整理麦线，或者悄悄观察他的状态。这些举动没有多余修饰，但正因如此，才显得格外真诚。粉丝们说，这就是属于王一博的浪漫密码。王一博从不在公众场合过度谈论肖战，但越是低调，越容易引发遐想。他似乎刻意保持距离，却又总会在关键时刻出现，给予支持。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本身就带着戏剧张力，也正是粉丝们津津乐道的地方。他不是不会浪漫，而是将浪漫藏在最不经意的细节里。笨拙浪漫并非贬义，而是粉丝对他反差魅力的总结。一个在舞台上掌控全场的偶像，一个在荧幕中展现冷酷气质的演员，却在面对肖战时展现出害羞与笨拙，这种强烈的反差正是网友们乐于探讨的焦点。浪漫从来不是刻意为之，而是自然流露出的真实模样。在一些采访或颁奖典礼上，镜头曾捕捉到王一博走神的画面。顺着他的目光，人们总能发现，目标几乎总是肖战。那一瞬间，仿佛世界静止，只剩下他眼中的人。这种失神的瞬间，是最真实的浪漫，也是最笨拙的告白。不同粉丝有不同的解读，有人认为这只是兄弟情深，有人则觉得其中藏着无法言说的情感。无论如何，笨拙浪漫已经成为王一博的标签，也成为无数粉丝心中的美好幻想。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像是一首未完成的诗，需要观众去填补空白。社交平台上，只要出现两人的互动，必定引发热议。动图、视频、截图都会被粉丝放大、循环播放，试图从中找出浪漫证据。而笨拙浪漫3个字也因此频繁登上热搜，成为网友心照不宣的暗号。有人质疑，这一切是否只是舞台效果或团队包装？但粉丝坚信，笨拙无法伪装，真诚更难演绎。王一博的反应太自然，细节太微妙，如果这是表演，那就比任何剧本都要真挚动人。笨拙浪漫听起来甜美，
但背后也许藏着孤独。因为不善言辞，他只能用行动代替表达；因为低调谨慎，他只能把情感压抑在细节里。粉丝们看到的浪漫，其实也是他小心翼翼的真心流露。有趣的是，肖战似乎总能自然接住王一博的笨拙浪漫，无论是对视时的笑容，还是舞台上的呼应，都让人觉得他们心意相通。这种互动到底是多年合作的默契，还是更深层次的回应？答案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因为《陈情令》，他们的关系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。而随着时间推移，荧幕里的角色逐渐淡出，但现实中的互动却留下了更多想象空间。王一博的笨拙浪漫，让这种想象始终保持热度。在现代快节奏的世界中，许多人追求精致、完美的浪漫，但正是王一博这种笨拙，才显得格外珍贵。他不会刻意设计，却在无心中打动人心。这种浪漫，或许才是真正的稀缺。粉丝之所以痴迷于这些细节，不仅仅是因为明星本身，而是把他们未曾拥有的浪漫寄托在博战的互动中。王一博的笨拙与肖战的回应，成了他们心中最美的爱情投射。王一博的笨拙浪漫，不是一首写完的诗，而是一段未完待续的故事。随着时间流逝，或许会有更多瞬间被捕捉、被解读。而无论真相如何，属于粉丝的心动与幻想，已经足够让这段故事熠熠生辉。王一博与肖战之间那些被反复放大的瞬间，不仅是影像的片段，更是粉丝心理学的温床。面对同框、互动或一个简单的对视，粉丝常常并非在看事实，而是在看镜子，镜中映出的是自己的情感期待、未尽的浪漫与集体记忆。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情感投射与意义构建。观察者带入主观情绪后，会把偶然行为上升为命运的暗示，将一瞬的眼神解读为千言万语。这种投射并非无害，它带来强烈的集体共振。短视频剪辑、循环动图与同人创作不断放大某些片段，形成自我强化回路。越多人讨论，细节越被赋予意义，越被赋予意义，讨论就越激烈，从而吸引更多目光与参与。这便形成了粉丝文化中的仪式感，粉丝通过反复观看、剪辑与再创作，参与到对偶像关系的共同叙事中，享受社群认同与情绪共鸣。然而，投射也有界限与伦理风险。过度解读可能侵扰当事人的私人空间，或让旁观者在现实与幻想之间迷失。平台算法进一步放大高互动内容，使未经证实的猜测变成病毒式话题，增加偶像和当事人的压力。成熟的粉丝文化应学会自律，在享受想象甜蜜的同时，尊重现实，避免人身攻击与隐私曝光。把热情转化为正能量，如公益应援，支持作品本身，比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猜测上更有意义。只有在尊重与理性的边界内，粉丝的守望才能长久而美好。在收尾时，我们应回到一个更温和的问题：如何在不伤害他人前提下欣赏这类情感符号？王一博的笨拙浪漫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它触碰到观众对真实、脆弱与温柔的渴望。我们可以把这些瞬间当作一种美学体验，但同时保持3种心态：欣赏美好，保持怀疑，尊重现实。具体可操作的粉丝文明包括： 1. 不追踪或公开偶像的私人行程； 2. 不参与或传播未证实的猜测与谣言； 3. 在2次创作时明确标注剧情化解读，以事与事实区分； 4. 将热情用于鼓励偶像的作品或推动公益，应援时兼顾公共秩序与法律规范。媒体与平台亦应承担相应责任，减少煽动性标题，避免为流量无限放大私人话题。此外，粉丝可以把情感能量转化为创造力，制作高质量剪辑，创作同人文，组织读书或观影会，发起公益应援等，既满足表达欲，又能将群体能量导向积极方向。最后留给观众一句话：愿你在想象的甜美里保有理性，也在现实的冷静中不失温柔。故事未完，也许永远有新的片段可被捕捉，
愿我们都以尊重与责任，把守望变成温柔而有力量的陪伴。